曼底没有眼泪，真男人永不后退。当登陆艇舱门打开的刹那，迎面而来的不是预想中的滩头，而是足以撕碎钢铁的金属风暴。海浪里漂浮着破碎的装备与暗红的鲜血，每一步向前都是与死亡的擦肩。假如有人能在这片焦土上活过1分钟，便已是当之无愧的老兵。1944年6月6日，这一天被后世称为帝日。盟军在欧洲西线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2栖登陆作战，代号霸王行动。此次行动的核心目标清晰而坚定，攻占法国诺曼底地区，彻底打开欧洲大陆的第2战场，与东线的苏联红军形成首尾呼应的夹击之势，以此瓦解德国法西斯的战略部署，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盟军倾注了海量兵力与装备，先后投入36个师，总计288万士兵。行动开始前，2万名空降伞兵率先搭乘运输机升空，他们的任务是渗透至德军防线后方，破坏交通线，摧毁弹药库，为滩头登陆扫清障碍。空中 1.37 万架战机呼啸而过，有的负责夺取制空权，将德军战机驱逐出战场，有的则低空俯冲，对着德军的混凝土堡垒投下炸弹。堡垒顶端的机枪阵地在爆炸声中接连哑火。海上4126艘登陆艇载着地面部队，分成5路纵队，向着诺曼底的5处登陆点：奥马哈滩、黄金海滩、卢诺海滩、宝剑海滩、犹他海滩，全速前进。船身劈开海浪的声音与远处的炮声交织成一片，震得士兵们耳膜发疼。面对盟军的攻势，德军早已在诺曼底沿岸构筑起号称大西洋壁垒的坚固防线，而奥马哈滩便是这道壁垒中最坚固也最惨烈的一段。德军在这里修建了厚重的混凝土堡垒，堡垒的墙壁足以抵御常规炮弹的轰击。海滩前的浅水区布满了地雷，岸边则拉着层层交错的铁丝网，像一张巨大的死亡网。铁丝上还挂着警示性的骷髅标志。更致命的是，德军在堡垒里沙丘后布置了多挺机枪，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，每一道火舌都在收割生命。在62号堡垒的 MG42通用机枪阵地上，年轻的德军士兵海安塞夫洛仅在登陆当天上午，就对着盟军阵地不间断射出了 1.2 万发子弹，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盟军将近4000人的伤亡。奥马哈滩的海水被染成暗红，一度成为令人胆寒的死亡之滩。为配合滩头登陆，盟军在登陆前数小时就启动了空降行动。1.7万名伞兵带着装备跳出机舱，可天不遂人愿。海上突然掀起的恶劣天气打乱了编队，许多伞兵偏离了预定空降点，有的落入沼泽，挣扎着陷入泥泞，有的坠进德军的火力范围，刚落地就被密集的子弹包围，再加上德军密集的防空火力拦截，炮弹在运输机周围爆炸，不少士兵刚跳出机舱就被炮火击中。原本计划周密的战术空降，彻底变成了一场死亡跳伞。伞兵部队的伤亡率高达 30%， 即便侥幸落地的伞兵，也大多与部队失联。但他们没有放弃，有的捡起散落的武器，自发组织起来破坏德军的通讯线路；有的则摸到德军的岗哨附近，用匕首解决哨兵，夺取他们的武器；还有的医疗兵在弹坑里穿梭，哪怕自己的手臂被子弹擦伤，也要先给重伤的战友包扎，用仅剩的急救包延续生命。这些零散的抵抗，悄悄为滩头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即便相较奥马哈滩更为顺利的黄金海滩，英军部队也遭遇了不小的考验。德军部署在海滩附近的88毫米高射炮，虽然设计初衷是防空，却有着平射反坦克的强大威力，成了盟军坦克的噩梦。当英军的希尔曼坦克刚冲上滩头，履带还没完全离开沙滩，就被隐藏在沙丘后的88毫米炮精准击中，坦克瞬间起火，炮塔被掀飞，里面的士兵几乎没有逃生机会。仅当天就有近100辆盟军坦克、装甲车被摧毁，海滩上的车辆残骸与弹药相烧的噼啪作响，火焰借着海风越窜越高，整整燃烧了2天2夜。黑色的浓烟裹着焦糊的金属尾飘向远方，连海鸟都不敢靠近这片死寂的海域。但盟军的冲锋从未停止，在奥马哈滩，士兵们踩着战友的尸体向前推进，有的用身体扑向铁丝网，让身后的人踩着自己的肩膀越过障碍；有的抱着炸药包冲向德军堡垒，在爆炸声中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堡垒的缺口处，鲜血顺着墙壁往下流，汇成小小的血洼。在黄金海滩，英军工兵冒着炮火趴在地上，用探雷器一点点清除地雷，手指被砂石磨破也不敢停下。坦克则用主炮压制德军火力，炮管因持续射击而发烫，步兵紧随其后，逐个清除沙丘后的火力点。每拿下一个阵地，就插上一面盟军的旗帜。当英军终于在黄金海滩炸开德军防线的突破口，
当15.6万名盟军士兵用血肉之躯在五处滩头共同撕开德军的沿海防线时，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终于被成功打开。霸王行动的胜利从不是历史的必然，它不是依靠运气，也不是凭借人数的简单碾压，而是无数盟军战士以永不后退的冲锋姿态，在枪林弹雨的金属风暴中拼出来的生存希望，是反法西斯阵营多国协作的结晶。美军、英军、加拿大军等多个国家的士兵并肩作战，海军、陆军、空军协同配合，才打破了德军的坚固防线。这场胜利之后，盟军沿着诺曼底向法国内陆推进，2个月后解放巴黎，4年春天攻入德国本土，一步步将德国法西斯推向覆灭的边缘。它是二战中极具转折意义的一战，成为人类历史上反抗侵略、捍卫和平的不朽丰碑。